世子糟蹋了我女儿那晚，我为侯夫人熬了锅她最爱的金丝玉髓羹。夫人，世子爷最后见的人是后厨的厨娘。跟我去拿人！ 夫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说，你到底把世子藏到哪里去了？世子啊，当然是从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了。娘，夫人那么挑嘴，府里那么多厨子，怎么就偏偏最爱吃你做的饭啊？夫人啊，嗜甜厌肥腻，最爱这口清爽汤羹。这金丝玉髓羹用上等瑶重撕成细丝，佐着燕窝慢火熬到米浆般稠润，最后撒上金箔。看着是食材金贵，其实啊，吃的是心思。这心思，娘揣摩了整整20年，自然没人比得过。娘真厉害！哎呦，就知道张婶这儿准好了。 夫人一早就念叨着嘴里没味儿，就等你这口汤呢。王嬷嬷好。说起来，我们阿和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水灵了，手脚勤快，性子又软，真是个有福气的。等再过些日子，我去跟夫人求个恩典，给我们阿和寻个老实本分的好小子。王嬷嬷，您再胡说，我不理您了。 您看您把孩子说的都害羞了，这孩子性子软，我啊就盼着他能平平安安、安稳过一辈子就够了。平日里这个时辰，阿和早就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晚了足足1个时辰，还不见人影？阿和，阿和，你怎么了？阿和，阿和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告诉娘，到底是哪个天杀的，把你害成这样？娘，我想洗澡。好，好，娘去给你烧水。等着娘，娘马上就回来。傻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你别管我了，我不干净了，我没脸活了。不许胡说！你是娘的命根子，有娘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娘在呢。世子，不要，求您放过我。谢云，我女儿受的苦，我定要你1000倍万倍偿还。
阿和，再等等，他们欠你的，娘会一笔一笔替你讨回来。哎呦，张婶这么早就过来了，夫人昨儿晚膳就没怎么动，临睡前还念叨嘴里没味儿，就等着您这口汤呢。劳嬷嬷挂心，夫人吩咐的，不敢怠慢。总算把汤送来了。就是这个味道，也就你总能拔中我的脾胃。夫人谬赞，能合夫人的口味是奴婢的本分。对了，世子昨夜听说又歇在外书房了，这孩子总不爱惜自己的身子。回夫人，主子们的事奴婢不清楚，世子爷自有主张。行了，这汤我喝着极好，晌午我还想用一碗，你照旧备着吧。是，奴婢遵命。林婉，你纵容你儿子毁了我的女儿，这一碗汤只是个开始。你们欠阿和的，我要你们母子二人用命来还。慌慌张张做什么？没规矩！管家，不好了，世子爷不见了，从午膳后就没影，外书房常去的院子都找遍了，没人见过他。侯爷，夫人出大事了，世子爷找不到了。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回侯爷，来府找遍了府里，都没发现世子爷的身影。逆子，又去外面胡作非为！传我命令，侍卫家丁全部出动，把他常去的秦楼、楚县、狐朋狗友宅地，统统翻一遍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侯爷息怒，允儿向来顽皮，说不定是又闹脾气躲起来了。等侍卫们找一圈，定然能找回来。回侯爷，属下带人把世子爷常去的地全查遍了，秦楼、楚观各位公子府邸全都没有世子爷的踪迹，像是凭空消失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找不到？允儿从来不会这样的，就算胡闹也会留个话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夫人，事到如今，你仔细想想，允儿近日可有什么异常，或是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？他能得罪谁啊？平日里除了吃喝玩乐、风月小事，再没别的牵扯，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？走！世子是不是被仇家绑票了？我看是欠了巨债跑路了，邪乎的很，说不定是被狐仙勾走魂了。允儿到底在哪儿？侯爷，夫人，奴才想起一件事，世子爷失踪前，最后见过的人是张婶儿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世子最后见的是张婶，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回夫人，世子爷午膳前去过小厨房方向，奴才远远看见他和张婶说了几句话，之后就一个人走了。此事不可大意，速去传张婶过来对质。不必传。嬷嬷，你带2个粗壮婆子去小厨房把张婶带过来，记住，别惊动任何人，直接带往地牢。是，夫人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张婶，夫人请你过去一趟。好。
在侯府20年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藏起我的允儿？夫人恩重，奴婢铭记在心。不知夫人所言何意？不知何意！来福亲眼看见世子失踪前最后见的人就是你，你告诉我，世子到底在哪儿？夫人，您别急。世子啊，当然是从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了。你胡说！你这个疯婆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是世子，是侯府的命脉！说清楚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？允儿她到底在哪儿？夫人，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这7日来，奴婢亲手为您熬的汤，您喝着，可还合胃口？那汤里，你到底往里面放了什么？你说话啊！所以夫人，那晚在阿和房外，您其实是看到了的，对吗？您就站在那暗处，听着我女儿的哭喊，看着您的好儿子破门而入，但是您没有阻止，反而转过身走了，对吗？您放任了他，甚至事后连半句责问都没有。在您眼里，我们这些下人的命连侯府的一根草都不如，您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。疯了，你疯了！不过是个卑贱的婢子，你竟敢害我的允儿！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夫人，您何必哭得这么伤心？世子爷金尊玉贵，他的去处自然也是极好的。或许他是去了一个再也不会惹您生气，再也不会让您担惊受怕的地方。您身为生母，该为他高兴才是。你这个毒妇！允儿，我的允儿，拉住他，快拉住他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记住，别让他死了，我要让他亲口招出来，给我问，用鞭子撬开他的嘴，问出我允儿的下落。要是问不出来，我就让你们统统陪葬！陪葬！让你嘴硬，到了这儿，看你有几根骨头能折。说，世子爷到底在哪儿？奴婢不知。还敢装愣！问他汤的事儿，那碗汤里到底有什么？夫人喝的汤里，你到底还放了什么？金丝、玉梅，那都是夫人平日里最惯爱的，不是吗？放屁！你这婆子满嘴胡言！世子爷突然失踪，是不是被你害了？奴婢不敢。不敢？你刚才亲口说的，什么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？你到底把允儿弄到哪儿去了？你是在耍我？你在吓唬我？你这贱奴，你想逼死我是不是？世子爷的去向，夫人心里不是最清楚吗？
打！给我继续打！这贱人不到黄泉不肯开口，给我往死里冲！不说话，好，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去，把他那个心肝女儿阿和给我拖到这儿来，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是不是也这么硬。张婶儿，咱们在同一个屋檐下20年了，我本不想做绝，现在说还来得及。只要你告诉我允儿到底在哪儿，我保证饶你们母女一命。我会给你们一笔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银子，把你们远远的打发出去。你想想，阿和才19，以后还有好日子。否则，我就让阿和那个细皮嫩肉的丫头也尝尝这鞭子进盐水的滋味。你熬了一辈子汤，最知道火候。你总不想最后亲眼看着你自己的亲骨肉，也像这些畜生肉一样被抽烂，被熬成一锅你亲手喂给别人的烂肉。夫人，您在怕什么？贱妇！怎么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把那个死丫头带过来？人呢？阿和呢？我让你带的人在哪儿？夫人，不好了，那个阿和他不见了。什么？什么叫不见了？侯府里外几百号人盯着，一个大活人能在这府里凭空消失了？你们这群废物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夫人饶命啊！奴婢们刚才带人去了他们住的下房，里里外外连床底柜子都翻遍了，真的没有人啊！奴婢抓了同屋的丫鬟拷问，那丫鬟说昨儿晚上起就没见阿和回去睡。奴婢逼问他阿和去了哪儿，他也支支吾吾，被吓破了胆，也吐不出一句准话啊！再去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回夫人，奴婢们不敢耽搁，刚才带人把浣衣处、后园子，甚至连西北角那个废弃的深井边都看过了，能寻的地方都寻了，真的都没有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守后门的刘婆子刚才吐口了，她说，好像天快亮那时候，瞧见一个身形跟阿和极像的丫头，挎着个扎紧的小包袱，悄摸从角门出去了。刘婆子说，她当时刚睡醒，眼睛还迷迷糊糊的，没太看清，心想这府里谁敢私逃啊，也就没敢伸手去拦，跑了。他居然敢跑！一个签了死期的贱婢，他怎么敢跑？没有腰牌，他怎么出得了大门？巡逻的守卫都是瞎子吗？腰牌，谁给他的腰牌？谁有那个胆子帮他？这侯府上下能调动马车开去通关腰牌的人，一共就那么几个，加起来都不超过5个。侯爷能给，我也能给，
世子当然也能给。可世子失踪了，他已经失踪3天了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你这个贱婢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阿和那个死丫头到底去哪儿了？夫人这话问的倒真是奇怪。阿和不过是个签了死契的卑贱丫鬟，没有主家点头放行，她一个弱女子，能跑去哪儿？又能躲到哪儿去？你还在装？你这个贱妇，你以为我不查你吗？这侯府护卫层层把守，院墙比天还高，没有调动车马的腰牌，她一个连后厨都出不去的卑贱丫鬟，根本就逃不出去。说，到底是谁在背地里帮了他？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下人，还是哪个外面的同伙？夫人，您在怕什么？您是怕阿和跑了，还是怕他带走了什么不该带走的东西？这府里谁能拿到腰牌，您心里最清楚。或许是世子亲手给的腰牌呢。你胡说八道！雨儿怎么会把腰牌给那个贱婢？夫人何必动怒？奴婢也只是猜想罢了。世子平日里待下人向来最是宽厚，一时兴起赏个腰牌放个模样周正的小丫鬟出府玩耍，这种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吧。闭嘴！给我闭嘴！把他带走，就回柴房锁起来！快去！侯爷快回来了，他快回来了。夫人，这世上的债迟早是要还的。又是来问世子的。这20年，你倒是把自己藏得极好。藏？这侯府大院哪有奴婢能藏的地方？从我17岁被侯爷强拉进偏院的那夜起，到如今我37岁。这20年，侯爷数过吗？20年了，咱们主仆之间说过的话，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侯爷今日亲自动身，倒是让奴婢受宠若惊。世子失踪，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侯爷是在问奴婢，还是在审犯人？看着现在的侯爷，奴婢倒是一点都想不起您年轻时那副美男子的脸庞了。奴婢只记得那夜，您那双醉醺醺、发着绿光的眼睛，还有您压下来时那股熏得人想死的、令人作呕的烈酒气。侯爷觉得，那样一个晚上留下来的债该怎么还？世子的下落，您觉得呢？侯爷既然亲自来了，有些老账，奴婢想跟您对对。侯爷还记得20年前吗？腊月初7，那天落了雪。那天您刚在兵部升了职，
述职回来，同僚们在酒楼暖阁给您摆了庆功宴，您喝得烂醉如泥，连路都走不稳。够了！不够！那天伺候您的小丫鬟还那么小，是个刚进府还没领过赏钱的新面孔，那就是奴婢。后来奴婢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我没敢声张，一个人偷偷找了走街串巷的郎中，灌了整整3碗虎狼之药，只想把这个不该来的脏种弄掉。可那孩子命硬，药灌下去，他却顽强地留在了奴婢肚子里。就连老嬷嬷都摇头，说奴婢身子太弱，再打胎就是要了我的命。我就这么怀着那个脏种到了7个月，肚子隆得再也藏不住了。谢莲，你还记得我跪在你书房门外求你放过我的样子吗？那时候你刚娶了林婉，她是门当户对、如珠如宝的大家闺秀。你们新婚燕尔，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，你哪敢认这个酒后乱性生下的孽种？所以你把我接进侯府，给了个厨娘的差事，对外撒谎说我是你远房亲戚，丈夫死绝了，走投无路才带着姨父子来讨生活。阿和生下来的时候，那眉眼简直像极了你。府里那些老人私底下不是没人议论，可你是主子，谁敢嫌命长去嚼你的舌根？日子久了，大家都信了，都觉得我张婶是个命苦的寡妇，觉得阿和是那个死鬼丈夫留下的根。可只有你谢岭知道真相。谢岭，我告诉你，阿和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可就在那晚，你的好儿子侯府的世子爷谢允，他强迫了阿和。侯爷，您听清楚了吗？您的儿子亲手毁了您的女儿。你再说一遍，灵儿她真的强迫了阿和？那个逆子，他怎么敢？孽畜！阿和呢？阿和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侯爷不必费心去找了，阿和不会回来的。这个侯府对他来说不是家，是活地狱，他一刻都不想多待。是你安排的，是你帮他逃出府的。这侯府的墙太高，他一个人爬不出去。婉儿，夫人知道这件事吗？他要是知道阿和身体里流的是侯爷您的血脉，这些年他还敢那样肆无忌惮地作践阿和吗？你处心积虑藏了20年，就为了今天？侯爷，您最清楚夫人的手段。这府里但凡生的有几分姿色的丫鬟，哪一个落得好下场？不是被他寻个由头打发去干最卑贱的粗活，就是随手配给那些安扎的小厮。要是当年让他知道阿和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哼，恐怕阿和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，早就成了后花园井里的一具枯骨了。你恨我？这20年，你无时无刻不在恨我。奴婢不敢恨侯爷。我只是个下人，命如草芥，死不足惜。可阿和呢？他血管里流着的是您的血，他在这府里卑躬屈膝地喊了您19年侯爷，您可曾哪怕只有那么一次正眼看过他？侯爷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为了世子的事，有要事商量。让他等着！
事已至此，你开个价，想要什么？是数不尽的银子，还是城外那几处肥沃的田产？只要你开口，我都能给你。我不要钱，也不要地，侯爷，我只想要个公道。阿和是您的亲骨肉，他被您的儿子活生生毁了。这件事，您觉得能用几两臭银子就这么算了？允儿已经失踪整整3天了，她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们谢家才甘心？侯爷何必急着发火？您难道就不想知道您的好儿子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我确实不知道世子现在具体的落脚点，但我敢断定，世子现在一定待在一个极稳妥、极安全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安全到，哪怕侯爷您把这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绝对找不到他的一根头发丝。你好自为之。阿和受的罪，我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查吧，查得越清，这侯府塌得越快。快趁热喝了，这是侯爷特意吩咐下的，让您先在这儿养着。这双眼是你？奴婢姓冯，张婶儿，咱们20年没见了，我认得您。当年您还没进后厨，是跟翠娘住一个屋的。冯嬷嬷，你竟然还记得翠娘？她当年走得突然，人都说是失足，全府都说是失足落井，可我亲眼瞧见，是有人活生生把她推进去，又在井口压了重石。谁？到底是谁？林婉，她为什么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小丫鬟下死手？翠娘只是个洒扫的，她能碍着夫人什么事儿？因为翠娘撞见了不该见的事儿。那年林婉刚过门不到3个月，谢侯爷正奉旨去南边办差，原本说是要去2个月的长差，谁能想到谢侯爷在半道上遇了山匪流寇，行程全给耽搁了。他在城外没等大队，单骑快马，竟然提前半个月就进了京。老爷到府时已是半夜，他为了给新过门的夫人一个惊喜，没让人通报，一个人悄悄摸到了后院锦瑟院。老爷还没进屋呢，就听见房里传出男人的调笑声，那动静污秽的不堪入耳。谢侯爷当时就撞破了，老爷那脾气当场就疯了，他一脚踹开红漆大门，结果屋里黑灯瞎火，那个奸夫反应极快，扯了衣裳就从后窗跳进花园跑了。等老爷点亮灯烛，只看见夫人半解罗裳，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。他指天誓日地说府里进了毛贼，他吓得失了声，嗓子眼里喊不出人来。这鬼话老爷信了？当时是信了，毕竟那时候是新婚燕尔，老爷把他当新尖子宠着，林家又势大，他哪能想到新娘子敢给他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。若是那贼人跑了便也罢了，偏偏第2天翠娘那实心眼的丫头去正屋洒澡，在夫人的床底下翻出了要命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块青玉雕的鸳鸯佩，那玉佩成色极普通，一看就不是咱们侯府这等门第该有的东西，倒像是市井货物。翠娘这傻丫头，
竟大拉拉的拿去还给夫人，说是在床底下捡的。夫人当时是什么反应？林婉当时的脸白得跟死人没两样，她当场就摘下一只金钗塞给翠娘，眼神阴恻恻地叮嘱她，绝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这块玉。那金钗是封口费，也是催命符吧？翠娘最后还是没闭上嘴。她哪敢往外说呀？可那丫头胆子小，连着好几宿做噩梦。她说一闭眼就是夫人那张阴森森要吃人的脸。她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才偷偷跑来找我，把玉佩的事儿抖了出来，哭着问我该怎么办。那您是怎么交代她的？您让她怎么去跟夫人说？我当时吓坏了，死死拽着她的手说，把那块催命的玉佩扔了，赶紧扔进护城河里，就当从来没见过，这辈子烂在肚子里装不知道。她没听您的。那傻丫头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她觉得夫人看她的眼神已经不对劲了，觉得留着那块玉佩是个铁证，万一哪天夫人真要翻脸灭口，她还想着拿这东西出来求条生路，保个命。所以她把玉佩偷偷藏起来了，藏得极隐秘。可她哪斗得过林婉啊？她不知道，从她进正房还玉璧的那一刻起，夫人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她。到了第3天夜里，子时刚过，就有管事婆子来叫门，说是夫人想起了个差事，要单独找她说话。那一走，她就再也没能跨进这间屋子。那天夜里，您是不是亲眼看到了？我那天刚好闹肚子起夜，躲在暗影里，刚好看见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2个膀大腰圆的恶婆子，一左一右死死架着翠娘，正没命地往后院那口深不见的井边拖。翠娘那嘴里被塞得死死的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她那双眼瞪得像死鱼一样大，在月光下惨白惨白的。她瞧见假山后的我了，她没呼救，只是拼命冲我摇头，让我别出来送死。我怂啊，我连大气都不敢喘，我就那么眼睁睁躲在假山后面，看着那2个恶婆子合力一掀，听见扑通一声重响，翠娘就这么没了。那些杀千刀的畜生，后来呢？侯府就没一个人查？查？谁查？第2天府里就传开了，说翠娘这丫头夜里梦游，不留神失足落了井。老爷听了也只是叹口气，说是个没福气的，还大发慈悲赏了他家里20两银子。老爷信了，全府都信了，可我这心跳得快炸了。打那以后，我天天晚上都能听见翠娘在井里哭。我装了场大病，拼了老命请出去了乡下庄子躲灾。张婶儿，阿和的事我全都知道了。那孩子长开了，那眉眼简直和老爷年轻时一模一样，全府上下也就夫人还在装瞎。我也知道那畜生世子对他做了什么丧天良的事儿，您恨我全理解，可听老婆子一句劝，您斗不过林婉的。他心狠手辣不说，背后还有个显赫的林家撑腰，您这无权无势的厨娘拿什么去跟他拼命啊？这世上的事，不是看谁的腰板硬，是看谁手里攥着命门。张姐，这东西你千万替我收好了，谁也别告诉。我要是真出了什么万一，你留着它，万一将来能派上大用场，能保命。翠娘，你瞎说什么胡话呢？不过是一块破玉。我当时真傻，只当他是做了噩梦在胡言乱语，直到他真的变成了井里的一具烂肉，我才明白，那丫头是早就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，拿命给我换了这张能掀翻侯府的底牌。20年了，这火总算要烧起来了。张婶，该换药了。侯爷吩咐了，让您先在这僻静地方养伤，我叫小杏专门伺候您的。您缺什么想要什么，尽管吩咐。侯爷这几天是不是总往外跑？是，侯爷这几日天不亮就出门，脸色难看得很，府里下大气都不敢出。他在权衡，可这利弊由不得他。
侯爷查得如何了？这2天，我找到了当年给你接生的那个稳婆。她说阿和是足月生的，那个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按日子算，她确实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也查了允儿，她出生那年，正值北境战事最吃紧的时候。我领命出征，一走就是大半年。等我凯旋归府时，她刚满月。所以呢？侯爷想明白了什么？所以，按照怀胎的日子推算，临晚临盆的时间根本对不上。养了20年的儿子，我捧在手心里疼了20年的世子，这侯府未来的城墙人，竟然极可能只是个野种。侯爷，这种事讲究真凭实据，您当真确定吗？确定。我多希望这是个噩梦。我顺藤摸瓜，找到了当年在锦瑟院贴身伺候林婉的那个老嬷嬷，可惜她去年就断了气。死无对证？不，她死前良心受不住折磨，留了一封绝笔信给她的儿子。信里说，她这辈子干过最丧天良、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帮着林婉那个贱人瞒天过海，给侯府换了一个种。信在哪儿？你自己看，看清楚这侯府主母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！老奴罪该万死。当年夫人与表少爷有私，怀了身孕，恰逢侯爷出征，夫人让老奴谎报孕产日期，老奴不敢不从。世子实非侯爷血脉，此事天地可见，老奴愿以死谢罪。去年腊月，看来那位老嬷嬷临走前，终究是良心不安，不敢带着这个惊天大秘进棺材。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侯爷，您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允儿，不，那个野种在哪儿？说！我不知道，这回奴婢没撒谎，我确实没见过他。谢允失踪这件事，真不是奴婢的手笔。不过，侯爷要是真急着寻他，或许可以派人去城南的悦来客栈打听打听。奴婢在后厨时常听底下人嚼舌根，说世子爷这些日子总往那儿跑，说是去会友。会友？会什么友？会什么友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奴婢只是听说世子在城南那家悦来客栈可是个大豪客，出手阔绰得很，常年累月地包着一间上房，连府里都不知道。除了那个野种，婉儿现在肚里怀着的那个，也不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，竟然如此！妻不忠，子非亲。侯爷这20年确实活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侯爷，既然旧账已经翻开了，还有件事，我想您更应该知道。说。20年前，翠娘死在后花园那口井里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失足落井。你说什么？20年了，这东西在我贴身衣服的夹层里缝了整整20年。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翠娘死前1个月亲手交给我的保命符。她说这是她在林婉的床底下捡到的。侯爷，您还记得20年前那个雪夜吗？您提前半个月回府，撞脱了那个贱人的防着野男人，那奸夫从后窗仓皇逃命时落下的就是这块鸳鸯佩。翠娘她竟然一直留着这东西，留着也还是死了。
林婉那个毒妇心思多细啊，她知道翠娘捡了玉佩，怕这桩丑事兜不住，就在那个黑漆漆的夜里，让人把翠娘生生推进了后院那口深井里。好一个贤良淑德的侯夫人！林婉，你瞒天过海20年，可真是好手段。侯爷，您这一走，这侯府的天可就要塌了。阿和是谢家的骨肉，我会找回来。至于你，先把这身伤养好，谢家欠你们母女的，该还了。那是夫人的声音，别出声，没瞧见侯爷带着亲卫进去了吗？谢大人，饶了我吧！闭嘴！听说了吗？西院那边昨儿半夜连夜就把夫人抬走了。抬走了？去哪儿了？说是突发疾病，送去城外那处最偏的庄子上静养了。侯爷亲自下的死命令，任何人任何理由统统不得探视，违者直接乱棍打死。这病怕是这辈子都好不了了。按你给的线索，我派人去查了。找到了，在城南那家悦来客栈最深处的地窖里。世子，谢允他死了，被灌了大量的迷药，手脚用麻绳捆得死死的，像头猪一样被扔在发霉的地窖深处。谁下的手？官府抓了客栈掌柜，那掌柜招了，说世子在店里欠了500两银子的赌债，不仅不还，还带着家丁要拆了他的100年老店。那掌柜说他一时激愤，这才下了死手，把人给处理了。500两银子就能让一个视财如命的生意人杀了侯府世子？侯爷，这种借口您信吗？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杀人的凶手已经伏法抓到了，这桩案子就算结了。京兆府那边我已经亲自去打点好了，明天一早案卷就会封存。看来那位客栈掌柜确实是位大义凛然的替死鬼，也是最好的顶罪羊。阿和呢？他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城外的一处私宅，很安全。我早已派了最得力的亲卫暗中保护着，谁也动不了他。等这2天府里那些安杂东西都收拾干净了，我就风风光光接他回来。回这儿？以什么身份回？是继续当那个卑贱的洒澡丫头，还是您酒后乱行的污点？她是侯府的大小姐，是我谢里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嫡女。阿和，走稳些。阿和，过来，让爹看看。侯爷千岁。侯爷，他竟叫我侯爷。19年，我把他丢在泥里，
如今连一声爹都不配听了吗？阿和，爹错了，错得离谱，让爹抱抱你，告诉你这些年爹的悔恨，好不好？先进来，站在太阳底下晒着。阿和，以后这整个侯府就是你的家，再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。回来了，我的阿和终于堂堂正正的回来了。既然事都查清了，这桩丑闻的底儿也该让你知晓。那个孽种带走谢允的人，确实是他的亲生生父，是林婉那个所谓的远房表哥陈文礼。原来真的是他。何止是现在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陈文礼这些年一直就没断过和林婉的私情。从那野种出生起，陈文礼就怀疑那是他的种。可林婉那个贱人，为了这侯府的荣华富贵，硬是咬死了那是怀胎不足的早产儿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，那孽种一天边长开了，那副皮囊那身做派越来越像陈家人。陈文礼来侯府试探过几次，林婉都快被吓疯了，可嘴上还是死不承认。直到3个月前，那孽种在赌坊输了个精光，被债主扣下。林婉怕我查账，不敢动府里的银子，竟然胆大包天，让谢允直接去找陈文礼借钱。陈文礼借了，不光借了，还想要趁机认回这个儿子。林婉死活不肯，两人在悦来客栈吵得不可开交。那个陈文礼每年这几个月都会打着度假的旗号住进那儿，就为了方便跟林婉幽会。等我的亲卫摸到陈文礼私宅的时候，谢允就在那儿，是他自己送上门去借钱，陈文礼干脆顺势把他软禁，想拿他要挟林婉。怪不得那阵子夫人在院里格外暴躁，动不动就责罚洒扫的丫鬟。那您又是怎么处置陈文礼的？那个人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会再出现了。20年前那个雪夜，当年的事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3个字能让井里的翠儿还天吗？能抹掉阿和这些年受的作践，还有世子对他造下的孽吗？侯爷，你要明白，这世上的债有很多是还不清的，更不是这3个字能抵掉的。我知道，所以阿和的婚事，他的前程，只要他想要的，这侯府倾尽所有，我都会给他最好的。娘，这就是翠娘姑姑没的地方吧？这些天你藏身的那座城北小院，就是她生前攒下一辈子的月例银子买下的，最后竟成了你的生路。冯嬷嬷跟我说，翠娘姑姑是个很好的人，如果她还活着，一定会喜欢我的。会的，她最喜欢像你这样干净的孩子。这是我绣的，给翠娘姑姑。娘，我们回家吧。